女孩推着母亲在大街上狂奔，她焦急地冲进医院想寻求帮助，可护士只是轻蔑地瞥了她一眼，然后就转身继续服务面前的贵妇。女孩哭喊着她的母亲就快要死了，可护士依旧无动于衷，甚至叫保安将她赶了出去。女孩再也没有办法，她推着母亲来到马路中央，矮小的她站在推车上，用尽全力嘶吼，求他们救救自己的母亲。周围行人往复，却无一人理会。就这样，母亲死在了这个距离医院不到100米的地方。长大后，女孩成为了一名修女，从小就尝尽人间冷暖的她，更懂得如何去爱。这就是2024年最新上映的传记电影《卡布里尼》。如果你对生活造成的困苦感到绝望，我强烈推荐你看看它。这是由真实事件改编，一个瘦弱修女封神的故事，主角就是这位在阴影中不停咳喘的修女。生活的苦难虽然摧毁不了她的意志，可她的身体却再也无法承受。医生告诉她，她最多还有5年的时间。即便如此，卡布里尼从未想过放弃她的事业。她建立学校，收留当地的孤儿，可这些并不能满足她的博爱之心。她多次上访教会，请求在全球建立慈善机构。这是红衣主教第12次拒绝她这个不切实际的请求，决绝的挫败，她只能再次离开。走过漫长的前廊，她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应该浪费在这些无用的扯皮上。这次她直接找到了教皇，一个柔弱的女子，这是教皇的第一反应。可紧接着，她就被她的野心所震惊。Sembra proprio che lei voglia costruire un ordine mondiale。这个征服世界的举措，首先面对的就是资金问题。面对教皇的询问，卡布里尼坚定地说道 Se avessi atteso i fondi sufficienti non sarei riuscita a fare nulla. Mi lasci iniziare la missione. I mezzi arriveranno. 教皇被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修女打动了，他拿出了一个木匣，里面装满了来自纽约意大利移民的哭诉。Siamo partiti per l'America credendo che le strade fossero lastricate d'oro e invece abbiamo scoperto che sono ricoperte di bambini。教皇批准了他的请求，但前提是他的慈善事业必须从西方开始。他将前往纽约最混乱的五角区，接管一座荒废的孤儿院，而那里正是卡布里尼丰盛的开端。可刚踏上纽约的港口，卡布里尼就体会到了这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。驾车的马夫拒绝承载这些来自意大利的修女，他只能带领着修女们徒步走到五角区。这里的街道荒废破败，行人更是鱼龙混杂，一群偷吃面包的孩子被人粗暴地赶走。见到这一幕，卡布里尼急忙追了上去，可在错综复杂的巷道中，他们丢失了目标。站在街角等待客人的小美见到这群滴溜算卦的修女，好心地叫住了他们。Cercatele di giorno, a quest'ora qui potrebbero uccidervi。说完，小美就要离开，卡布里尼叫住了她，希望能帮他们在附近找到一处可以过夜的住所。就这样，6人在这间狭小破败的阁楼度过了来到纽约的第一个夜晚。第二天，众修女找到了本该在港口接待他们的神父老雷，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荒废在五角区的孤儿院。这里的环境破旧阴暗，唯一的生机便是栖息在地窖中的老鼠。修女们放下手中的行李，然后各展其能，有的打扫卫生，有的修建房屋。很快，这座死寂的建筑就焕发了新的生机。修整好孤儿院后，第一要事就是寻找孤儿。晚上，修女们都沉沉睡去，卡布里尼忧心地走出房间。这时，远处黑暗中3个小小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追逐着孩子们的背影来到了下水道中，在火光的照映下，这里住满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驳杂的空气让本就虚弱的卡布里尼渐渐无法呼吸。在一阵剧烈的咳喘后，他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他正身处于老雷在五角区运营的医院中。一个叫墨菲的志愿者医生在检查完身体后，正面带犹豫地想要诉说病情。卡布里尼一语道破：肺结核后综合症。他知道自己只剩5年的时间了。墨菲听后却摇了摇头。In my experience, 2, perhaps 3, 5 would be a miracle。听到自己只剩下2-3年可活，卡布里尼的第一反应不是悲伤，而是马上起身工作。在小美的帮助下，他在下水道中找到了蜗居在这里的孩子。卡布里尼将他们接回孤儿院，悉心为他们清洗身体、梳妆打扮。平时深沉严肃的他，在这一刻开心地笑了起来。之后他接回了更多的孩子，还为他们准备丰盛的晚宴。每个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直到这天，因为小美长时间翘班，他的拉皮条老板找上门，对他大打出手。卡布里尼虽然将他喝退，可他深知五角区的环境不利于孩子们的成长，况且这所孤儿院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孩子了。于是他前往纽约市政厅募集资金，却被告知拉丁裔不在援助的范围内。他又去求助教区的大主教，在这里他得到了一次筹集捐款的机会，但前提是不可以向任何美国机构募款，更不允许穿越上西区向富人行乞，只能向意大利人募款。 You ask me to fund the needs of impoverished Italians entirely from impoverished Italians. I'm giving you an order, Mother.
这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卡布里尼少见的无语了，可这却难不倒他。既然无法主动募捐，那就想办法让他们把钱送过来。他来到《纽约时报》，找到一名记者，并告诉他老鼠都比五角区的孩子们过得更好。记者不信，他就带着他亲自走遍五角区，看着周围的景象。记者从未想过在繁华的纽约下还有如此破败的地方。他来到下水道，见到了栖息在这里的孩子，这一幕让他震惊了许久。接着他来到孤儿院，亲眼见证了修女们的善举。记者被深深感动。接着一篇名为《连老鼠都过得更好》的文章传遍了整个纽约。很快孤儿院就收到了大量的募款以及他们寄来问好的信件。卡布里尼用这些钱买下了上西区的一座门市，让孩子们有了更好的居住环境。他还会抽空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移民，为他们解决各种问题。可人怕出名猪怕壮，市长对于这群生活在白人社区里的有色人种极度不满，他叫来大主教向他施压。 A wave of brown-skinned filth parading up their street with a nun as their Pied Piper. 然后又派遣房屋管理部的检察官上门调查。他摘下白色手套，然后极尽所能地寻找这里的错处。修女们的应对无懈可击，于是他将矛头指向了这里的孩子。 Congratulations, you've broken 14 city codes and stuffed 71 children into a space appropriate for 20. 无视卡布里尼的解释，检察官说出了他的真实目的：你们有7天的时间整改，否则就滚出这里，去五角区，任由你们像飞鱼一样挤在一起。突如其来的刁难让卡布里尼措手不及。恰在此时，大主教带来了一个消息：教区在北部有一处愿意以折扣价出售的房产，那里地形宽阔，可以容纳更多的孤儿。卡布里尼直言自己绝对买不起这个。 How much can you afford? Have you come to make fun of me? 最终，卡布里尼拿出所有积蓄，其余差价由大主教补齐，买下了这处在哈德逊河边的庄园。走下马车，众人欣喜不已，这里好得超乎他们的想象。崭新的房间，宽敞的客厅，这简直就是个世外桃源。但它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：房屋周围没有水井。教区花费了很多钱寻找，可始终一无所获，这也是他一直荒废的原因。见修女们一脸忧色，卡布里尼鼓励道 Jesuits failed. That does not mean we will. 很快，孤儿院就搬到了这里。孩子们在草地上嬉闹，卡布里尼则带领修女们从北边开始，每隔10米挖掘一处水井。而在那之前，河流将是他们唯一的水源。此时，孤儿院最不缺的就是孤儿。只见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排成人墙，然后将水一桶桶地运到庭院的枯井中。深夜，小美起床喝水，无意间看到卡布里尼正扛着锄头向外面走去，他提着油灯追了出去，无奈地说：“现在已经凌晨2点了。”卡布里尼却邀请他一起。小美一直不明白这个瘦小的修女为什么总有用不完的力气，明明她就快要病死了。看着她忙碌的背影，小美想让她休息一下。她问道：“你都快要死了，为什么不害怕？”卡布里尼当然害怕，他害怕自己在死前找不到水源，更害怕自己不能救助更多的孤儿。 Ogni volta che lavoro mi sembra di riuscire a rubare un giorno di più alla vita. Se riposo invece, è allora che morire mi sembra molto molto reale. 卡布里尼的行为同样深深感动了这些他收养的孤儿们，他们外出打工，想帮助他分担一些压力，却不巧遭遇锅炉爆炸，伤员堆满了老雷在五角区的医院。可这里既没有足够的药品，也没有能帮忙的医生，莫非只能让卡布里尼到附近的医院寻求帮助。修女向护士苦苦哀求，药品、医生什么都可以，可最后得到的却是无能为力。很快，一些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死去，其中包括孤儿院里最大的孩子佐恩。卡布里尼为他举办了葬礼。这时，莫非医生找了过来，爆炸让为爱发电的老雷走投无路，他的医院就要破产了。看着躺在病房里这些无所依靠的伤员，卡布里尼决定接手这家医院。他去银行贷款。 This bank will never make a loan to someone who looks, smells, walks, or talks like you. 面对接待员的刁难，卡布里尼只是微笑，然后收回了他递来的请求。接着，他又去教区找大主教帮忙，大主教却认为他疯了，并再次拒绝他想向美国人募集资金的想法。卡布里尼只能前往意大利的使馆，可得到的依旧是拒绝。就在他走出大使馆时，一张海报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位意大利的歌剧家用其深沉的嗓音和极具感染力的表演，让他的观众座无虚席。卡布里尼前去拜访，希望他能帮助那些正在经受苦难的同胞们。卷毛以自己绝对不会涉及教会的计划为由拒绝了，并将他赶了出去。所有人的答案都是拒绝，但卡布里尼依旧昂着身子走在这群白人中间。忽然，一处正在售卖的大楼映入眼前，卡布里尼走了进去，看着这宽敞的挑高，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。他找到刚刚下班的墨菲医生，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计划。没有人会投资一家失败的医院，更何况还是在贫困的五角区。但是如果是一家像这样的医院，一家伟大的医院，那么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
现在只需要一栋真正的建筑和一群有影响力的移民子弟。卡布里尼希望墨菲医生能向他介绍这样的人。晚上，一群衣着华贵、来自不同国家的富人聚集在这间会议室中。在这座城市，歧视不论穷富，在场这些大老爷们多多少少都遭受到过当地人的辱骂。卡布里尼正是抓住这一点，说出了他创建一家高端医院的设想，专门提供高品质服务，吸引富人前来，而赚取的费用则用来满足那些一无所有的移民需求。So that America will learn we are more than kike and pollock and butcher's meat. 这时大胖却提出了质疑。But you don't even have the funds to sustain the hospital in 5 points. Begin the mission, and the means will come. This mission begins tonight, in this room, with you, gentlemen. 卡布里尼成功游说了这些富人，他带着他们来参观这所未来的医院，现在只需要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买下那栋大楼。就在这时，小美兴奋地捧着一把湿润的泥土扔在桌子上，他们终于找到水源了。两人捧着泥浆在土坑里放声大笑，似乎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好。傍晚，歌剧家卷毛正专心地看着报纸，突然一阵熟悉的歌声传来，他来到窗户旁，看见一群孩子正在合唱着祖国的歌曲。这一幕感动了这个身处异乡的游子，他同意了为卡布里尼募集资金。于是，一场由意大利人举办的节日晚会在纽约的一处公园里正式开幕。夜晚，这里人头攒动，每个人都欢声笑语。卷毛的歌声受到了观众们的好评和打赏。可在不远处的黑暗中，市长正静静地看着他们。随着他点头示意，一群骑马的警卫冲进人群，将人们赶出了公园。卡布里尼也因为聚众制造噪音被逮捕，而他的罚款刚好是节日募集的所有资金。一向隐忍的他终于怒吼了出来 This money belongs to the poor. Who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 are? I am a woman, and I am Italian. 发泄完的卡布里尼却迎来了另一个噩耗，大主教准备解散他的机构，并将他派遣回意大利。卡布里尼失落地坐在海边，望着远处的自由女神像沉思了许久。最终他接受了命令，在安排好业务后，他带着小美和另一位修女回到了意大利，但放弃从不是他的选择。来到罗马，他向教皇讲述了自己的计划，教皇却觉得这个项目过于野心勃勃，或者说是不切实际，因为卡布里尼想要的并不只是一座医院，他想要打造一个帝国，一个希望的帝国。教皇给了他一个机会，只要能证明这个计划有实现的可能，他就同意他返回纽约。但在那之前，他无法否决大主教的命令。于是卡布里尼又开始了他的筹钱之路。他向意大利参议院申请贷款，被拒绝；向议员解释自己的计划，被呵斥。 Madre Cabrini, la prego. Lei si sta avventurando in luoghi che semplicemente non le competono. 卡布里尼这次真的有些累了，他再次感受到了小时候溺水时的绝望和无力。他不再整洁挺直，而是虚弱地佝偻在空无一人的教堂里。这时，小美从楼上走了下来，她看出了他的绝望和悲伤，她想安慰他。 Non so nulla del Papa né del Senato, ma quello che so è che lei non si fermerà. Mi ha detto che avrebbe combattuto fino allo stremo delle forze. 小美的话让溺水的少女睁开了眼睛，接着一双有力的大手将她从水中拽了上来。第二天，卡布里尼穿戴整齐，他再次披上了战甲，眼神也越来越坚定。这次他直接闯进了参议院的议会，当着众多议员的面讲述了他们在美国移民同胞的悲惨境遇。这时有人叫他滚出去，更有人说这里只准许男人说话，可更多的人选择了聆听。最终在卡布里尼抵押了自己的所有房产后，他得到了一笔不菲的贷款。教皇拿出早就为他准备好寄给大主教的信封，他们再次来到了纽约，可这次却是大主教亲自迎接。接着卡布里尼买下了那栋建筑，随着工人的涌入，医院很快就被改造完成。突然一块砖头砸碎窗户扔了进来，上面写满了对他们的辱骂。晚上一群人在医院的地面倒满了汽油，随着火柴的滑动声，火焰很快就席卷了一楼。对空气异常敏感的卡布里尼率先醒来，虽然避免了修女们葬身火海，可医院却在迟迟赶来的消防员手中变成了废墟。卡布里尼意识到，想要实施他的计划就必须搞定市长，于是他来到纽约时报，在记者的帮助下，他终于见到了市长。利益是个很奇妙的东西，它可以让两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，更可以让一个充斥着傲慢与偏见的市长放下对他的歧视。卡布里尼以所有移民帮助他进行下届选举为条件，成功赢得了市长的芳心。就这样，卡布里尼帝国的一角在纽约建立。之后，他和修女们继续创办了数百家医院、孤儿院和学校，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救助中心。他也成为了当时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，创造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慈善帝国。